人人都说楚家大少爷爱我至深，没人知道暗地里他差点把我虐待致死。婚礼当天，他为了刚回国的白月光逃婚了，我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。但我毫不意外，只是冲着消失4年的初恋小奶狗招招手，他便满心欢喜地扑了过来。毕竟谁把谁当替身还不一定呢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结婚前一天，楚恒又为了白月光喝得烂醉，我照例给他熬了醒酒汤。只是在我端起醒酒汤要给他送去时，手机忽然弹出一条消息：别再在醒酒汤里下药了，他死了，警察查到你身上，你也逃不掉。我端着碗的手顿时一抖，醒酒汤洒了些出来。有人监视我，我佯装镇定地望向窗外，对面高楼楼顶，朦胧中像是有个影子。你是谁？我试探着问。那头的人没再回复，影子也消失了。可即便有人提醒，我也还是得做，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阿恒，喝点醒酒汤吧。房间里的灯光很昏暗，楚恒坐在床上，神色晦暗不明。我把醒酒汤递到他面前，可这次他没喝，反而尽数倒在了我的头上，将碗砸在了地上，瞬间4分5裂。淅淅沥沥的汤水从我发丝滴落时，他冷漠的声音也响起：鞋子脱掉，站在那上面。我顺着他的视线向下望，地上是刚被他摔碎的瓷碗，锋利的碎片铺满大地。阿恒，不要让我重复第2遍。我咬紧了唇，转身想跑，却被他更快一步过来，反锁了门。怎么还想跑？楚恒扯着我的头发，将我向后拉，我被迫跟着他向后，头皮被扯得生疼，整个人几乎是被他拖行着。等将我拖回来，他抬起脚，锃亮的皮鞋踩在我的手背上，用力地碾压着。跑？你想跑到哪里去？他粗暴地拽着我的头发，迫使我仰头与他对视。江雪，你怎么就这么不长记性呢？我想骂他，可头皮被撕扯的痛意让我说不出话来。不是喜欢我吗？你当初不惜一切手段都要留在我身边，怎么现在想走了？可笑！当初明明是他用母亲的医药费要挟我留在他身边，现在却反过来说我倒贴。他将我甩在了满是碎片的地上，我本能的想要躲开那些碎片，可刚有动作就被他强横地压了下去。他踩在我的背上，狠狠用力。不想死就乖乖听话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我反抗不了，只能顺从地脱掉了鞋子，踩在满地的碎片上。几乎是瞬间，锋利的碎片就扎进我的脚底，尖锐的疼痛从脚底袭来，我疼得浑身发抖，血染红了地面。耳边传来楚恒愉悦的笑声：痛吗？痛就对了，你要是敢逃，我会让你更痛。我瞪着他，恨意滔天，他却笑得更加猖狂。江雪，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不计较你以前的那些事，肯和你结婚，你应该感恩戴德才对，还敢跑啊！这话听得我心底冷笑连连。感恩戴德？我怀的可不是你的孩子。半个月前陪妈妈逛街的时候，我接到了楚恒兄弟的电话：江雪，楚哥又喝大了，吵着见你，你来接一下吧。不等我回复，他就挂断了电话，全程没有任何沟通，语气也是不容拒绝。楚恒把我当替身的事，他身边的朋友都知道，所以他们对我说话的语气永远都是轻蔑不屑的。我已经习惯了。妈妈见状，连忙道：小雪，你要是有事就去忙吧，妈妈可以自己回家的。我点点头，笑着对妈妈说：妈，你回医院记得吃药，我晚上尽量早点过来。临走前，妈妈拉着我的手，眼底满是慈爱。小雪啊，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结婚生子，
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人呐，还是要往前看的。我抱了抱妈妈，知道了，妈妈。我到酒吧的时候，楚恒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，地上全是空酒瓶，楚恒就躺在沙发上，怀里还抱着个女人。那女人眉眼和我有几分相似，准确来说是跟赵冉相似。赵冉是楚恒的白月光，两人大学相恋，后来赵冉抛弃他出国，而今天是赵冉跟老外订婚的日子。哟，嫂子来了！有人看到我，阴阳怪气地喊了一声，这一声让在场的人都向我投来了鄙夷的目光。我知道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条狗。他们喊一声，我就得过来；他们赶我走，我就得乖乖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我像是没感受到他们的目光似的，冲他们笑了笑。你小子叫谁嫂子呢？不就是看她长得像赵冉姐吗？要不能有这待遇。说话间，那人轻蔑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，勾起的嘴角带着嘲讽。江雪，你还有没有自尊心了？我们哥几个叫你你就来了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你还真是够听话的。其余几人也跟着大笑起来。楚恒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他一把推开怀里的女人，朝我伸出手，过来扶我起来。我没动，那女孩倒是先哭了。楚少，你不是说心里只有我吗？周围的人开始起哄。楚哥，你这过分了呀！人小姑娘对你一片真心，真心算什么？我们楚哥只要赵冉姐的真心。哈哈哈，也是，除了赵冉姐，谁能入我们楚哥的眼啊？他们笑，我也跟着笑，还顺势拿起桌上的酒瓶，随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狠狠朝着楚恒头上砸去。楚恒立马偏过头，躲开了，酒瓶碎裂，玻璃碴子四溅。他睁开眼，眼神清明，哪里像是醉了的样子？所有人目瞪口呆。我率先反应过来，笑着道歉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”心里却在叹息，怎么就没砸死他呢？楚恒的眼神冷了下来，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，反而温柔地询问我：“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”我抿唇不语，眼底闪过一丝厌恶。楚恒便笑了：“没事，随便发泄，我不会怪你。他在人前永远都是这么好，体贴温柔，谦谦君子。可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每次和赵冉吵完架，他都会上演绎出深情的戏码，以此来增加赵冉的危机感。不知情的人都在羡慕我，竟然能拥有楚恒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却不知道他回家又会如何恶劣地对待我。果然，他那些兄弟开始起哄：“江雪，你别做了呀！阿恒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咱们楚哥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一个替身而已，别给脸不要脸。”之前被楚恒抱着的女人也站在边上，一脸嫉妒地看着我。楚恒还在演戏。行了，你们别起哄了，我只喜欢江雪一个人。我看见楚恒的一个兄弟正举着手机录视频，心里顿时冷笑起来。这是做给赵冉看呢，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看着外面明亮的月亮，突然就觉得很没意思。楚恒，我们分手吧。楚恒一愣，随即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小雪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乖，别闹了，你相信我。冉冉只是我的过去，而你才是我的未来。我爱你，小雪，你在我心里跟冉冉是不一样的。”他深情地看着我，眼神柔和。若是不知情的人看了，大概会觉得他是个深情种。我累了，我不想再陪你玩这种替身的游戏了。楚恒脸上的笑容僵住，他望着我，许久才开口：“小雪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知道你是在怪我今晚抱着别的女人，但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想让你吃醋，让你更在乎我。”说到最后，他的语气隐隐带着不耐烦。
我听着只觉得好笑。楚恒总是这样，前一秒温柔深情，后一秒冷漠无情。我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也懒得去猜，只是冷冷看着他。楚恒，你刚才是在拍视频给赵冉吗？你打算拿这个视频去向赵冉卖惨，对吗？楚恒抿了抿唇，不答反问：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误会我呢？我真的爱你，小雪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他依旧在演戏，我却已经懒得陪他演下去了。停车！楚恒皱了皱眉。江雪，别闹了。我转头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楚恒，我没闹，我是认真的。停车！我要下车。我不想再陪楚恒回别墅演戏了，更不想扮演什么善解人意的女朋友。楚恒看了眼司机，开口道：李叔继续开，小雪今晚心情不好，只是在闹小脾气而已，别听她的。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就将我定义成了无理取闹的人。我看着楚恒那张虚伪的脸，只觉得恶心。还好我不爱这个男人，从来都没爱过。等回到别墅，楚恒看到我收拾好的行李箱，脸色瞬间阴沉如水。他一把将我拽进来，束缚在沙发上，死死压着我，指尖掐着我的下颚。楚恒的眼神从温柔变得阴鸷，周围的气压都低了下来，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江雪，你想离开我？果然，你们女人都是这种货色，贪财拜金，又虚情假意。他神情激动，双手掐上我的脖子，慢慢用力，窒息感瞬间传来，我几乎昏厥过去。我知道他又想起赵冉了，每次楚恒都会将赵冉抛弃他的恨意发泄在我身上，转头又像条狗，眼巴巴地盼着赵冉回来。楚恒狠狠压了过来，低下头，慢慢凑近我。我恶心的不行，他竟然想用刚亲过别的女人的嘴来亲我，我顿时忍不住吐了出来，弄脏了他的衣服。楚恒的手下意识地缩了回来，他惊疑不定地看着我：你怀孕了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只是受不了你身上的烟酒味罢了。楚恒沉默片刻，有些心烦地将衣服脱下来，扔到我的身上，去洗干净，不能机洗，必须手洗，听到没有？这么冷的天，手洗衣服，分明就是故意折磨我。我轻笑一声：楚恒，我妈的病根本就治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楚恒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：你胡说什么？楚恒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撒谎的时候特别明显，你骗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故意拖延我妈的病，就是为了用它来威胁我。楚恒静静看着我，不说话，但我知道他默认了，心中的恨意越加旺盛，被他害死的人又多了一个，恨他的理由也多了一个。我强忍着痛苦，没有在他面前掉一滴泪。楚恒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累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转身往房间走去，身后楚恒猛地冲过来，将我拖到阳台上。我半个身子都悬在外面，底下是几十米的高空，冷风呼啸着吹过我的脸，让我几乎睁不开眼。楚恒死死地盯着我，我感受到他手上的力度加重，身体越来越难受，窒息的感觉席卷而来。江雪，你永远都不能离开我，就算是死，你也只能死在我身边。我再次感受到了楚恒的疯狂，可我没想到他比我以为的还要疯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在房间里，映入眼帘的是楚恒的身影，他手上拿着报告单，脸上是难以抑制的兴奋。江雪，你怀孕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孩子了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怀孕？我扭头看向家庭医生，检查错了吧？我怎么可能怀孕呢？家庭医生一脸笃定，没有错，江小姐，你已经怀孕1个月了。我更加不敢置信，这不可能。1个月前，我根本没有。
突然，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1个月前，我和楚恒是没有发生关系，但有一晚，楚恒打电话叫我去酒吧接他。可我刚到酒吧，却被人拉进包厢灌了药。我拼命挣扎着，好不容易找到机会给楚恒打电话求救，但他却让我别闹。他的兄弟们也在那边笑：“江雪，你别作妖了，楚哥不会来的，你再怎么缠着他，他也不可能娶你。”我陷入了绝望，手机滑落到地上，意识也渐渐模糊。昏迷前的最后一幕是一个男人踹开门闯了进来，那身影有些熟悉，但我知道绝不是楚恒。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知道等我醒来，我就回到了别墅，楚恒就躺在我身边。难道我还在沉思的时候，楚恒突然出声：“小雪，我们结婚吧。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楚恒看着我，语气温柔：“你怀孕了，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家。”我不明白，他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又要和我结婚？就为了弃赵冉吗？可我不愿意和一个差点杀了我的人结婚。楚恒，我不会跟你结婚的，这个孩子我也会去打掉。楚恒被我的话伤到了，他眸光一暗，脸上有怒意浮现，但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家庭医生，还是将怒火压抑下去。小雪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懒得看他演戏。次日，我准备去医院打胎，但楚恒带着我妈过来了。她瘦了很多，脸色苍白如纸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我心疼不已。妈，还没说几个字，我就忍不住哽咽了。我妈冲我笑了笑：“小雪，妈没事，我都听楚恒说了，妈活不了多久了，唯一的心愿就是在死之前能够看到你出嫁。”楚恒适时开口：“伯母放心，我和江雪已经在筹备婚礼了，我一定会对小雪和肚子里的孩子好的。”我妈眼眶一红，眼泪瞬间落了下来：“好好好，好孩子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小雪，你既然怀孕了，就往前看吧，人不能总沉溺于过去。”这话意有所指，可看着妈妈佝偻的身子，我拒绝的话哽在喉咙，实在说不出口。婚礼如期而至，楚恒看着镜子里的我，很是满意。他从背后搂住我，望着镜子里的我：“小雪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”这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，我顺从的点头，生怕说错一句话又招致一顿暴打。楚恒喜欢的是我的这张脸，不是我。我化了新娘妆，本就精致的五官更加明媚，也显得我更加楚楚可怜，俨然一副初恋小白花的样子，和他心中的白月光赵冉更像了。楚恒将我当成一个提线玩偶，而我将他当成我的猎物。我恨极了楚恒，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刻，我都觉得窒息。我恨不得他立刻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每时每刻，我都在思考怎么弄死他。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，我已经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。楚恒不知道我的想法，他还在幻想着，等结婚之后，他要好好折磨我，好好羞辱我。婚礼开始前5分钟，我的手机响了一下，我低头一看，是上次那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：“求求你，不要和楚恒结婚。”我看到这条消息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嗤笑一声：“这该不会是楚恒的试探吧？”我懒得理会，关掉手机，没放在心上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等到我要出场的时候，手机又响了：“江雪，我回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可千万不要哭，不要难过哦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赵冉回国了，那这场婚礼肯定会被搞砸。正合我意，交换戒指的时候，楚恒深情地望着我，我望着他眼睛，心中全是讽刺。没人比我更清楚楚恒的演技有多好，他的眼神根本就是影帝级的，
看上去就好像他真的爱着我一样。台下的人看着我和楚恒结婚，语气中充满了鄙夷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场婚礼是楚少逼迫赵冉回来的手段而已。这么说，这个女的只是楚少利用的棋子。是啊，楚少怎么可能喜欢她呀？他们的话音刚落，楚恒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我站在楚恒旁边，和他靠得很近。我清晰地看见来电显示上写着赵冉的名字，我的心跳得很快。我知道好戏来了。楚恒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赵冉的哭声：“阿恒，我终究还是舍不得你，我悔婚回国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”楚恒脸上一喜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离开了婚礼现场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我望着楚恒的背影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个疯子还真是痴情啊！台下一片哗然，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嘛，楚恒怎么可能喜欢江雪？可怜啊，结婚当天就被新郎抛弃。这要是换做我早就去自杀了。江雪真是活该，谁让她长了一张狐狸精的脸？就她这样，还想去勾引楚恒，真是痴人说梦。这下赵冉回来了，江雪这个替身也可以滚了。我妈坐在大厅的角落里，听到这些话后，神色怔怔地望着我。很显然，她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。我朝着妈妈走去，刚走下台，赵冉就打来了视频电话。整个大厅里回荡着赵冉的声音：“江雪，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的婚礼的，但我和楚恒相恋3年，你能不能不要拆散我们？”场下的嘲讽声越来越大，我没理会他们，只是看着妈妈眼里的愧疚和难过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修长的手臂突然勾住了我的肩膀，我抬眸望去，对上了楚墨那双含笑的眼睛。他冲着我笑道：“姐姐，别怕，我回来了。”我怔怔地看着他，眼眶不知不觉红了。楚墨竟然还活着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一定是太想念他了，所以出现幻觉了。姐姐不认识我了。楚墨勾唇一笑，我的心从谷底瞬间上升。我死去的男朋友，不准确来说，应该是前男友，竟然回来了。楚墨的出现让整个现场都陷入了混乱，台下的人都惊呆了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怎么跟楚恒长得那么像？该不会是楚恒的弟弟吧？可他不是死了吗？对呀，4年前就传出他车祸死亡的消息了。那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楚墨似乎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了。他身后的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上面赫然写着“楚墨”2个字。显然，他早就有所准备。楚墨没有理会台下人的震惊，他温柔地为我整理头纱，眼底满是深情。我紧紧盯着他，想质问他当年究竟去哪了，可他只是轻轻开口：“姐姐，我们晚上再说好不好？”就这么一瞬间，我好像回到了4年前，那时我还年轻，还充满了青春和激情。那时楚墨也是这样温柔地望着我，满眼都是我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，可命运却给我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。楚墨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，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对戒指，无论是做工还是设计，都是我最喜欢的款式，不像楚恒，只是随便在商场买了一对。台下的人渐渐发现了这戒指的独到之处，这不是今年那位珠宝设计师设计的全球限量款戒指吗？对呀，据说要好几百万呢。看来这男人还真是楚墨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贵的戒指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位才是楚家正牌少爷，楚家对他可是很宠爱的。正牌少爷，那楚少难不成是私生子？楚墨没有理会他们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将戒指推进我的中指，尺寸刚刚好。他眼底满是笑意：“姐姐真好看。”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眼眶有些发酸。楚墨抬起手，
再次揽住我的肩膀，看向台下的众人。我向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爱人江雪。我们4年前就相恋相爱了，但被我的私生子哥哥楚恒拆散。如今他的初恋也回国了，希望他和嫂子幸福，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夫妻俩。台下的议论声再次响了起来，原来是兄夺弟妻呀！贵圈真乱。这一次，他们的目光从鄙夷转为同情，又变成了嫉妒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坐在副驾驶，还有些回不过神来。楚墨含笑看了我一眼，轻声道：“姐姐，你肯定没吃饭。储物箱里有零食，你先填填肚子。”这句话让我瞬间回到了4年前。那时候我忙着实习，他也总是这样关心我的日常起居，而我这么努力，拼命加班，就是为了能配得上他。没想到先等来的却是他妈妈找上门。他趾高气扬地看着我说，眼底满是不屑：“离开我的儿子，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”我拒绝了，可谁能想到，隔天楚墨就出了车祸，医生宣布他当场死亡。那时候我妈妈也被确诊癌症，一时间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那段时间我过得生不如死。后来我又得知楚墨的死并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。我本想调查，可这个时候楚恒突然出现。我长得和他的初恋有几分相似，所以他用我妈妈威胁，试图逼我签下包养合同。我怀疑是楚恒下的黑手，也就顺势而为答应了下来。可没想到楚墨竟然还活着。我回过神，看向旁边的人：“楚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”说着说着，我就哭了起来。楚墨停下车，心疼地将我搂在怀里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是我不好。”我哭了好一会儿，才渐渐恢复平静。楚墨看着我，神色认真：“姐姐，你还喜欢我吗？”我沉默不语。楚墨似乎有些难过，他耷拉着脑袋：“我求你不要结婚，但你也不理我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”原来那个陌生人是他。我苦笑了一声：“你一直在监视我，对吗？”楚墨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他支支吾吾道：“我受伤了，在国外治疗，前段时间才回国，我就来找你了。但又怕你真的喜欢上楚恒了，所以一直没出现。”我察觉到了什么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所以你知道楚恒在虐待我，对吗？”楚墨愧疚地低下头，我紧紧攥着拳头，眼里满是愤怒和委屈。“那你为什么不出现保护我？”楚墨再次沉默了。我看着他这个样子，突然有些生气。“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？”楚恒为了他那点可悲的自尊，为了他那点所谓的爱情，把我折磨成什么样了？楚墨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，眼里满是愧疚和愤怒。他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突然落泪：“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楚恒对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”车子停在了民政局门口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转过头，诧异地看着楚墨。他笑了笑：“就算楚恒没逃婚，我也会去抢婚的。”就在这时，楚恒和赵冉拿着结婚证出来了。楚墨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，他冷哼一声：“姐姐，他可真不是个东西，竟然这么快就领证了。”我嗯了一声，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波澜。楚墨却有些不高兴，他摇下车窗，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。我愣住了，脸颊顿时烧了起来。楚墨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姐姐，我就是要让他看看，他已经失去你了。”楚恒的脸色很差，他看着楚墨，眼里闪过一抹怨恨。他走到我们面前，语气恶劣：“楚墨，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我不要的破鞋，你还捡回去了。”楚墨紧紧攥着拳头，下车冲过去，狠狠给了楚恒一拳。
楚恒被打得跌倒在地上，嘴角渗出了嫣红的血，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。赵冉着急地拍着我的车窗，让我下去劝劝。江雪，你不管你男友吗？我笑了笑，我为什么要管？我巴不得楚恒被打死。赵冉脸色一变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我相信楚墨，他既然敢下去，肯定有把握。大概过了几分钟，楚墨回来了，除了嘴角有一点擦伤之外，似乎没有其他地方受伤了。楚恒跟在他身后，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很显然被打得挺严重的。见状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楚恒立马瞪着我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江雪，你敢嘲笑我？”赵冉扶着他，一脸怨恨地看着我。江雪，我知道你恨楚恒，把你当成替身，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打他吧？我气笑了。谁告诉你我喜欢楚恒了？赵冉得意的神色顿时石化了，他愣愣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轻笑一声，我从来都没喜欢过楚恒。再说，谁把谁当替身还不一定呢。下一秒，我就拿出手机，播放了2段录音。我只喜欢江雪一个人，我和赵冉已经是过去式了。楚恒和赵冉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。楚恒气得咬牙切齿：“江雪，你算计我！”我微微挑眉：“我算计你什么？这些不是你说的。”楚恒哑口无言。他离开民政局的时候，还一直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有些不解，事到如今，不知道他做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。民政局，我认真地看着楚墨，开口道：“你想要楚家继承人的位置吗？”楚恒一直以为我喜欢他，所以很放心地把我带在身边。这些年，我手里有不少文件，可以让他身败名裂。我在楚恒身边这些年可不是白待的，我早就查出了当年楚墨的死亡真相，所以我搜集了不少楚恒的花边视频和录音，比如他酗酒、酒店开房的事情，又或者是他拿我当挡箭牌跟兄弟炫耀的证据，一旦公布出去，足以让他身败名裂。只不过我担心妈妈的安危，所以一直没拿出来。楚墨却轻轻摇了摇头：“姐姐，这是以后再说，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就见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摄像师了。拍证件照的时候，楚墨哄着我：“姐姐，笑一笑。”我下意识地扯了一下嘴角，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在楚恒身边的这些年，我忘记了怎么微笑，倒是楚墨全程笑眯眯的，像个傻狍子一样，紧紧牵着我的手，生怕我逃走。然而，我们刚领到证，就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，妈妈病危，被送进了急救室。我没想到我妈病情恶化的这么快。医生让我签手术单的时候，我的手都在颤抖。这段时间，我拼命工作，再加上被楚恒虐待，身体早就透支了。我感到一阵阵眩晕，闭着眼睛，无力地靠在医院的墙壁上，身体渐渐滑落。突然，一双温暖的手抱住了我，我下意识地挣扎：“睡吧，姐姐。”是楚墨的声音，很轻，仿佛担心吓到我一样。我安心地睡了过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耳边隐隐约约传来吵架的声音：“楚恒，我不在的这几年，你竟然敢这么对小雪！”是楚墨的声音。楚恒还在狡辩：“楚墨，你这话就说错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，又怎么会故意针对他？明明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，是他自甘下贱。”楚墨冷笑一声：“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你明明就是想报复我，故意抢我的人，那又怎样？你以为他会原谅你假死出国的事吗？既然你离开了，就不该回来。你闭嘴！”他们的声音很大，我不想听都难。原来是这样，楚墨当年根本没死，而是出国了。我紧紧攥着拳头，
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撕扯一般，疼痛难忍。想到这几年受的委屈和折磨，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。妈妈最终还是没救回来，我世界的最后一丝光亮也熄灭了。那段时间，我整个人都很消沉。楚墨一直陪在我身边，鼓励我，安慰我，但我一直提不起精神来。我和楚墨领了结婚证，但我们并没有同居，甚至连复合都没提过。我经常会梦见妈妈，梦到她坐在婚礼现场，神色迷茫。梦里，她哭着跟我说：“小雪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的固执害了你啊。”醒来后，我就会陷入深深的愧疚当中。我觉得是我害死了妈妈。如果我没有放任楚恒逃婚，或许妈妈还能活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，楚恒一直给我发短信骚扰我，我把他拉黑了，他就换一个号码继续给我发。小雪，赵冉的脾气好大呀，他每天都管着我，不让我做这个，不让我做那个。他说我不体贴他，可他怎么不知道体谅一下我的工作呢？他每天查我的手机，连我和别的女生说话都不行，真是烦死了。我看着楚恒的短信，忍不住笑了。他当初为了赵冉，把我当成替身，现在他和赵冉结婚了，却在我面前说赵冉的坏话。我懒得回复他，楚恒却没完没了。江雪，他根本不懂我。江雪，还是你好，你总是默默地支持我，鼓励我。江雪，你为什么不回复我？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忍无可忍，终于还是回复了他一句：赵冉喜欢你才会管你，你好好珍惜吧。楚恒却发过来一句：那你喜欢我吗？真是明知故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拉黑楚恒的号码，顺便换了手机号。半个月后，我辞职去创业了。楚墨虽然担心我劳累，但支持我的决定。我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，渐渐把事业做了起来，一切都在变好。除了楚恒，他一直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，每次都用孩子来说事，求我和他和好。江雪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但我放不下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楚恒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你的。楚恒不相信，但他不敢声张，因为他怕赵冉知道后会生气。他只能等孩子出生后想办法抱走。江雪，你听话点，我以后还是会给你肚子里的孩子名分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反正你也喜欢我，就乖乖地跟在我身边，别把楚墨当成替身了。我本人就在这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听出了潜台词，是让我乖乖做他的萨儿。我端起面前的咖啡，直接淋在了他的头上。咖啡还是热的。楚恒惊呼一声，站起来，抹掉脸上的咖啡。江雪，你干什么？我把另一杯咖啡也倒在了他的身上。楚恒，你好像忘了，我从来没爱过你，你才是楚墨的替身。楚恒攥紧了拳头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他刚要抬起手打我，我眼疾手快，拿手机拍下了照片。想打我？来，打我一个试试。你的公司正在上市的关键阶段，要是爆出任何负面新闻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楚恒就放下了手。他气得大吼，但他不敢再动手，最终只能摔门离开。外面下着大雨，我走出公司，就看见楚墨撑着伞在外面等我。这一幕让我回忆起了大学的时候，我忙着在实验室做研究，等我做完实验，已经很晚了。我这才想起楚墨说要来接我。等我出去的时候，就看到楚墨在雪中撑伞，他冻得眼角微红，只为等我。姐姐，你终于出来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那天，我主动牵起了他的手，他的手很凉。我一边帮他取暖，一边问：你为什么不进去等我？他说：我怕你看到我之后会分心。
我想让你好好做研究，不想打扰你。那一刻，我深刻认识到了楚墨对我的好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放不下他。楚墨就像春雨一样，润物无声。他从来不张扬自己对我的好，但却让我刻骨铭心。我时常想问他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但答案我已经知道了。那时候的楚墨每天都会问我一个问题：姐姐，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啊？我不想等下去了，我想快点把你娶回家。他总是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祈求我的回答。我轻轻地戳了一下他的额头：结婚还早呢，等你什么时候成熟稳重了，对未来有规划了，我再答应你。楚墨有些失落，但他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可是后来他出了车祸，我收回思绪，看着楚墨将手中的伞递给我，我轻笑一声。他长大了，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容易急躁的少年了。楚墨说：“我看见楚恒了，他真像是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蹦跶多久的。楚恒只是打理公司而已，实权在我爸手里，不管他再怎么听话，我爸都不会让私生子继承公司的。”我开玩笑地问：“那我现在还能抱你的大腿吗？”楚墨认真地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姐姐，你是我老婆，我的就是你的。”我也很认真地问他：“楚墨，你这4年到底去哪儿了？”他停下脚步，反问我：“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才一直躲着我的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对这事耿耿于怀，不然我也不会除了上班，其他时间都待在家里。楚墨约我，我也总是婉拒。楚墨看着我，神色专注：“姐姐，你再等等我，等我把一切都搞定之后，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点点头，那就再信他一次。赵然找上门的时候，我正忙着看文件，他风风火火地闯进来，一脸的不好惹：“江雪，是不是你在跟楚恒作对？他的公司最近单子都被抢了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？”我按下内线：“保安，来把赵小姐请出去。”赵冉赖在沙发上不肯走。我不走。江雪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我真的是被气笑了。我知道这肯定是楚恒的伎俩，他明知道我不喜欢赵冉，所以故意让他来公司闹，就是为了给我添堵。可惜楚恒打错了如意算盘，我对他没什么感情，也不怕他的威胁。赵冉，你想知道楚恒为什么丢单子吗？因为他没脑子啊！你以为他是真的爱你吗？他只是把你当成一条替他出头的狗罢了。赵冉脸色一变：“江雪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结婚了还勾引我老公，你不知廉耻！你……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：“赵冉，你与其在这里跟我吵，不如回去看好你老公。楚恒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清楚。我当然清楚，他爱我，他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。”赵冉丢下这么一句，就气冲冲地跑走了。我只觉得好笑，反手就把楚恒私下找我谈话的录音，还有他酗酒发疯的视频放到了网上。果然，立马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楚恒的公司也受到了波及，股市大跌。我和楚墨联手，一起打压楚恒的公司。很快，楚恒的公司就支撑不住了。他急得焦头烂额，只能去找他爸，求他爸再资助他一点钱，但被楚墨的妈妈给阻拦了下来。楚恒这辈子不可能翻身了，不管他怎么努力，都不可能斗得过我和楚墨。赵冉和楚恒大吵一架，又见楚恒快破产了，卷钱跑去了国外。我看着楚恒，眼中没有一丝怜悯。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快结束的时候，楚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她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好像有很多话想说。4年前，她曾经把我约到咖啡馆里，
用金钱和工作威胁我跟楚墨分手。这次我还没等楚母开口，我便率先说道：“怎么又要用钱让我离开？”楚母叹了口气，眼神中满是无奈。江雪，我知道你喜欢阿莫，只要你不离婚，我给你1个亿。说着，他苦笑一声：“你知道吗？阿莫那场车祸是真的。”楚恒下的手，当时我差点没弄死他，要不是楚墨他爸拦着，楚恒早就死了。阿莫最后抢救回来了，但他的肾被刺穿了，差点没救回来，一直靠我的肾活着，全靠我的肾才勉强活下来。而我趁这个机会把楚墨送出国，派人监视他。江雪，对不起，是我把你的存在透露给了楚恒。我想让阿莫对你死心，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个孩子。楚母的眼眶红了，看得出来他很爱楚墨。我以为他已经忘了你，才敢让他回国，没想到他一回国就去找你了，但被我拦住了，绑在了房间里。我以为他会就此放弃，没想到他偷偷在监视你们。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楚墨的，还是我帮着楚墨扫尾，不然楚恒早就发现了。我想把楚墨再送出国外，他死活不肯，还说如果非要逼着他离婚，他宁可没有我这个妈。江雪，我只有楚墨这一个孩子。楚母的眼泪掉了下来，她哭得伤心，看得出来她很后悔当初的决定。楚墨新开的公司发展得很好，已经抢了他爸不少项目。如果我们再逼着他跟你离婚，他恐怕再也不会认我这个妈了。江雪，算我求你，可怜可怜我，不要和楚墨离婚，好吗？我沉默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楚母的问题。怪不得楚墨这4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原来是被自己的亲妈绑架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，只知道听完楚母的话后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楚墨他其实没有必要为我做到这一步的。回到家就看到楚墨在等我，大冬天的，他穿着睡衣守在门口，鼻尖被冻得通红，手里小心翼翼端着一碗人参鸡汤。见我回来，他殷勤地凑了上来：“老婆，你回来啦，我亲手做的，快尝尝，这是人参鸡汤，驱寒的。你现在怀着孕，可不能感冒。”我看着楚墨，心里一软。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他一直都在弥补4年前的缺憾。他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，他真的很爱我。我接过鸡汤喝了一口，味道很好。楚恒被人蒙着麻袋揍了一顿，最后被打断双腿的事情是你做的吧？楚墨点了点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狠戾。谁让他欺负我老婆来着？他活该，断腿算是轻的，要是还有下一次，我让他4肢全废。他说着，举起自己冻得通红的指尖：“老婆，你看，我揍他的时候，指甲都劈了。”我笑着拉过他的手：“今晚来我屋里睡吧。”楚墨眼睛一亮，甚至激动地想来抱我。好，那晚是我这4年来睡得最好的一次，没有了那些梦魇。醒来时，暖阳打在我的脸上，我伸了一个懒腰，懒洋洋地睁开眼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摸着鼓起的腹部，我才恍然，原来我才27岁，我还有大好的人生要过。这4年，我一直压抑着内心的真实想法，用工作麻痹自己。可是现在，我不想这么过了。那些痛苦不应该属于我，我也不应该被困在这份痛苦中。电视里，女歌手唱着歌，也许我们曾经错过，也许我们没有结果，也许不再相见，也许心里还在念。歌声悠扬，把我的思绪拉回了4年前。大3暑假，楚墨想带我去旅游，我拒绝了。我想把研究做完，没想到从那之后，各种事情接踵而至，一直没能去。在想什么呢？楚墨凑过来，下巴搁在我肩膀上：“楚墨，我们去旅游吧。”楚墨微微一怔，随后笑道：“
好，你想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，去环游世界吧，把那些没做完的事情都做一遍，这样他就不会再是遗憾了。出发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楚墨把车停在我面前，为我拉开车门，十分绅士。老婆，请。我忍不住笑了。楚先生，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楚墨轻轻刮了一下我的鼻子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我笑着上了车，车子扬长而去。这次我们是真的要出发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